Loli Pro 5它不是一副靠刺激感抓耳的耳机，而是一副完成度比较均衡、声音走向比较耐听的真无线降噪耳机。它是300-400价位里均衡、实用、没有明显短板的产品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现在的真无线耳机里面有藍牙編碼，有 DSP 調音，有主動降噪，有通話算法，還有各種 APP 功能。你聽到的聲音早就不是一顆單元自己在唱歌，而是一整套小型聲學系統在工作。所以這一次我們把耳機的車載體系重新補起來。今天拿漫步者 Loli Pro 5來開刀。官方標稱同軸雙動圈、雙金標音質、主動降噪、藍牙 6.0 等參數看起來很滿，價格也不算高。那它到底是真有實力，還是只把配置表寫得漂亮？這一期我們先試聽再拆解，一起來看。我們先來看它的外觀，包裝盒還是漫步者一如既往的風格啊。盒子正面是耳機的概念圖片，背面是2種耳機顏色的介紹和規格信息。天地蓋的盒子打開，漫步者 Loli Pro 5採用的是現在主流的入耳式短柄結構，整體風格是偏圓潤、偏日常通勤的設計。充電盒是橫向圓角矩形設計，合體線條比較柔和，拿在手裡不會顯得特別張揚。這類設計是走的一個相對穩妥的消費級路線，就是你拿着它上班、上學、出街都不會顯得很跳戲。打開充電盒可以看到耳機是竖向收納，耳柄和腔體之間過渡比較圓潤，外側還有一定的裝飾線條，讓它看起來不至於太素。入耳部分使用的硅膠耳帽，這個決定它的佩戴密度會直接影響低頻表現和主動降噪的效果。盒子內部配件還有說明書和一些注意事項卡片，備用的硅膠耳塞，一根短的充電線。耳機本體支持智能佩戴檢測，摘下戴上都會觸發對應的播放控制。機身還支持 IP54 防塵防水，這個級別應付日常汗水、輕微水濺問題不大。但它並不等同於運動耳機，更不代表可以拿去暴力沖水，這個邊界咱們要講清楚。畢竟防水等級不是免死金牌。整體來看 ，Loli 5 Pro 的外觀沒有特別誇張的視覺衝擊，但完成度比較完整。它的重點不在看起來多狠，而是把一套降噪耳機該有的結構、佩戴、收納和日常使用形態都做齊了。這台漫步者 Loli Pro 5，官方給它堆的功能確實不少。第一個核心賣點是音質部分，它主打同軸雙動圈，並標有 Hi-Res Wireless 和 HWA 雙金標音頻認證。認證只能說明它具備一定的規格基礎，但最終聲音好不好還要看單元素質、腔體設計、DSP 調音和實際的聽音表現。第二個重點是主動降噪 ，Loli Pro 5官方標稱負48 dB 主動降噪，這個數字看起來很漂亮，但主動降噪不能只看最大深度，真正影響體驗的是低頻噪聲壓不壓得住，人聲環境會不會發悶，風噪控制怎麼樣，以及降噪開啟之後聲音本身有沒有被明顯改味兒。第三個重點是通話，它採用的是3麥通話降噪，並且宣傳有21公里每小時抗風噪能力。這個功能對於藍牙耳機很現實，畢竟它還要用來打電話、開會、語音聊天等。另外，它還支持藍牙 6.0， 電腦和手機之間切換的雙設備連接，看視頻、打遊戲的低延遲遊戲模式，還有附加智能功能 AI 翻譯。這些加在一起，它就不是單一賣點型產品，而是300-400價位裡面的典型的功能全家桶。
前面一共9首試聽曲目，我先給大家講一講我自己的聽感。先看最前面3首固定曲目啊，聽下來 None5 Pro 的低頻是有下潛感的，整體對聲場的營造和氛圍的烘托也比較到位，尤其是 Blue Dream， 在沒有低頻轟鳴的時候，音樂裡面刻意做出來的環境噪聲和背景細節也都能明顯的聽出來。它不是那種專門走重低音路線的耳機，但這個低頻量感和控制力，我覺得是比較符合它的定位。後面3首固定的曲目給我的感覺是解析力表現不錯，樂器之間的分離，人聲和背景音之間的分離都比較清楚，樂器的質感、細節、位置感也能聽出來，不是單純的靠低頻去撐場面。即使到了大動態段落，人聲也沒有被完全壓下去，整體站得比較穩。最後3首藍牙高解析試聽曲目，姜育恆的聲音出來，解析力就明顯起來了，人聲的節像感比較清楚，口腔的細節、換氣聲也能隱隱約約聽到，人聲定位比較突出。鄧麗君的雖然是一首老曲子，但這副耳機把她的樂感表現得不錯。鄧麗君甜美的嗓音、細膩的顫音和老錄音裡的味道都有比較好的還原。交響樂最後一首，它和前面6首試音曲目給我的感覺基本一致，低頻烘托到位，節奏不亂，各種樂器之間不糊，耐聽不刺耳，戴上以後比較容易沉浸到音樂裡面。所以從試聽來看 None Pro 5它的聲音更偏向一個耐聽、均衡、氛圍感比較完整的調音方向。對於這個價位來說，這個表現我覺得是做得很不錯的。接下來進入聲學驗證，這裡我先說明，這次測到的不是單元的裸頻響，是電腦藍牙播放測試信號以後，經過耳機的藍牙解碼、DSP 調音、內部的功放、發聲單元、腔體結構和耳帽的密封之後，由711人工耳採到的整機響應，這個結果更接近用戶實際聽到的聲音。先看默認模式的頻響曲線 ，None5 Pro 的整體走向不是那種誇張的重低音，也不是高頻特別刺激的調音，低頻部分有一定支撐，中頻整體比較平穩，2000赫茲到5000赫茲這一段有適度存在感，所以人聲、樂器主體和細節不會顯得太悶。6000赫茲以後整體比較克制，這也對應了前面聽到的比較耐聽、不刺激的感覺。左右耳曲線合併以後，整體貼合度很高，尤其是低頻、中頻和人声主要頻段基本沒有明顯的偏差。對無線耳機來說，調音可以有風格，但是左右耳如果差得太多，人聲位置、聲相穩定性和空間感都會受影響。然後就是耳機的幾種 EQ 模式對比，這裡可以看到 None5 Pro 的 EQ 主要圍繞低頻量感做的調整，純正模式是相對均衡的基礎調音，動感模式會加強低頻氛圍，聽節奏感強的曲子會更有衝擊力。人聲模式並沒有粗暴的把中頻大幅的拔高，而是讓低頻相对的收斂一些，減少對人聲的遮蔽。重低音模式就很直接了，低頻增強很明顯，氛圍感也是最強。這幾個 EQ 曲線確實能看到變化。漫步者工程師就是在原本耐聽的底子上，給不同的用戶提供低頻量感和人声清晰度之間的取捨。最後我們來看主動降噪，這一次降噪測試，我用 R1W 信號發生器固定輸出周期粉紅噪聲，參數固定為自定義頻段，低頻截止30赫茲，高頻截止500赫茲，輸出電頻-15 dB， 序列長度是 64K。後面我測試藍牙耳機的主動降噪，也會固定使用這一套噪聲源，大家直接聽效果就會一目了然。至於遊戲模式和空間模式，這兩個功能跟偏遠、算法和個人感受關係很大，大家要根據自己的使用場景去體驗。結合這一章的聲學驗證來看，None Pro 5的默認調音是偏耐聽的，
左右耳一致性做得很不錯，主動降噪在低頻連續噪聲下也能聽到比較明顯的壓制效果。我們現在在這個 Loli Pro 5做一個拆解了啊，還是那句話，拆解有丟失保修的風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先拆它的電池倉部分。就是拆下来這個耳機內部的主板結構，另外一隻耳機裡面也是一模一樣的啊。拆開後，我們來看電路和核心器件。充電盒部分，電池來自東莞金賽爾電池，容量460毫安時。電源管理芯片使用的是珠海深深微電子的 SSP707，這是面向藍牙耳機充電倉的 PMIC， 負責電池充電、升壓供電、耳機入盒檢測和輕載管理。耳機供電路徑電流檢測用2顆 R010 電流採樣電阻。還有一顆定制 MCU 4 3089A1， 主要負責開蓋 LED 顯示、配對、耳機入盒識別和整機的控制邏輯。我們再來看耳機部分，耳機端使用一枚45毫安時的圓柱鋼殼電池，主控是珠海捷理科技的 JL7096D， 這個芯片是整副耳機的大腦，藍牙連接、音頻解碼、DSP 調音、主動降噪和通話降噪，基本都圍繞它來完成。一顆24兆赫茲晶振給藍牙 SoC 提供基礎時鐘。天線部分通過2個觸點和主板連接，藍牙天線布置到耳柄外殼區域。還有一顆深圳星海科技的 CUS18M68 橋式傳感器調理芯片，負責對壓力類傳感器信號進行採樣和處理。這不只是簡單的電容觸摸啊，是更完整的傳感器調理電路。這顆則是壓力觸控傳感器，每只耳機配了3顆4 X315M 的 MEMS 麥克風，這是主動降噪、通透模式、抗風噪和通話降噪的硬件基礎。再加上一顆光線距離傳感器，用來做入耳檢測，支持摘下暫停、戴上恢復這類功能。PCB 採用純金表面處理，說明它在小封裝器件焊接、觸點可靠性和抗氧化方面沒有做得太省。從電路用料看，漫步者 Loli Pro 5不是簡單的低成本藍牙耳機方案，它的充電盒、電源管理、耳機主控、山脈降噪、傳感器交互和入耳檢測都很完整，硬件完成度是比較扎實的。兄弟們，這副漫步者 Loli Pro 5真無線主動降噪耳機，聽完、測完、拆完以後，我們最後來做個總結啊。我聽到的，它的低頻是更偏氛圍烘托，而不是那種轟隆隆的重低音路線。聽流行、輕音樂、人聲和一些帶空間感的曲目時，它不會把聲音做得特別衝，也不會讓高頻刻意發亮來制造解析感。這種調音是比較容易長時間佩戴、長時間聽歌的走向。聲學驗證也基本印證了我這個聽感。左右耳機的匹配一致性做得比較穩 ，EQ 也不是擺設，主動降噪在連續低頻噪聲下能聽到明顯的降噪效果。這說明漫步者不是只把功能寫在配置表上，實際體驗裡這些功能都能夠感受到差異的。拆解用料和結構也能支撐它的定位。充電盒內部的電源管理、耳機主控、單耳山脈、入耳檢測、傳感交互、成晶 PCB， 這些說明它都不是非常粗糙的低成本拼裝方案。當然，它也不是旗艦級豪華堆料，但在這個價位裡，硬件完整度是比較扎實的。所以這期視頻我的最終評價就是 Loli Pro 5它不是一副靠刺激感抓耳的耳機，而是一副完成度比較均衡、聲音走向比較耐聽的真無線降噪耳機。它是300-400價位裡均衡、實用、沒有明顯短板的產品，非常適合那些想要日常通勤、聲音耐聽、降噪夠用、功能完整，而且價格不要太高的用戶。這是為了了解，才是為了真相。
認真車載，客觀輸出。我是李火車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